狂妄自大的私企老板被迫把股份分了我一半，只因我国企下岗后去了他家当库管。上班第一天，我就看到角落里有个庞大落灰的进口仪器，但同事们都当它是废品。我知道翻身的机会来了。别看了，老板花几百万淘来的宝贝，结果用了几个月就坏了，请人来修，8个专家都摇头，就是一个纯摆设。这玩意儿我能修。赵建国是吧？听人事说，你以前是在国企看仓库的。我是高级技师，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还来我厂里当库管。我没开玩笑，我能修好这仪器。哈哈，我们厂里养了20多个工程师，我还花了50万请了8个所谓的专家教授，没一个人敢说这话。你不过就是一个新来的库管，就敢说你能修？怎么不敢？好，你要是能修好，我就分你1半股份。你要是修不好，这台机器400万，你就是累死也得把机器钱赔给我。老板跟他个傻子置啥气呀？他就是想出风头，敢不敢？妻子常年吃药，家里的积蓄早就见了底，女儿也刚考上大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这场赌约，我不敢也得敢。敢，好，有种。小李，去拟合同，不对，是对赌协议。我要让他明白，话不能乱说，牛不能乱吹。10几分钟后，一份残忍的对赌协议摆在了桌上。修不好就去给我当牛做马，打一辈子工还债。你老婆孩子我都会好好照顾的。嘿，还真敢签啊！疯了，疯了！你看他那穷酸样，拿什么牌？这是要把自己下半辈子都卖了。活该，谁让他吹牛？老板，修机器前我需要预支3个月工资。看看，看看，这还没开始干活呢，就想着拿钱。行，不就是3个月工资吗？这里是1万块，拿去给你老婆买药吧。那一刻，所有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我只听见自己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声。屈辱像一把钝刀，在我心里反复切割，但我还是沉默地弯下腰，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一张一张把那些带着别人轻蔑的钱捡了起来。孙姐，我需要一套工具。库房里啥都有，你自己去拿。我摇摇头，向他报出一串德语，纯正的德语发音让孙燕的表情凝固了。你说啥？德产霍夫曼工具组16件套筒、扭矩扳手，还有一套精密千分尺，应该是随这台设备一起买的，放在一个银色的金属箱子里。嘿，我说赵师傅，你当这是你家啊？什么东西在哪儿你都知道？我们厂里就没这玩意儿。肯定有。主任，还是去找找看看吧，我看他不像蒙的。我看他就是瞎蒙的。箱子打开后，一套崭新的德产工具整齐地排列在箱子里，一看就没被人使用过。装神弄鬼演给谁看呢？就是还真当自己是神医啊，听一听就知道毛病了。咋样了？仪器的联动传动模组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受到过剧烈撞击，导致机械精度出现了不可逆的流失。我初步判断，流失量至少在50微米以上。怎么可能？这是之前那8位专家联名出具的诊断报告，他们的结论是主控芯片过载烧毁，驱动电路板故障，建议整体更换主板和伺服系统。那就是他们错了。你怎么确定？这颗螺栓是仪器出厂时进行水平校准的基准螺栓之一，它的拧紧扭矩有严格规定，正负误差不能超过0.1牛米。但这颗螺栓的扭矩不对，有2次拧紧的痕迹，而且手法很揶揄，不仅没有校准，反而破坏了整个底座在出厂时设定的应力平衡，这才是导致精度丢失的根源。至于电路报警，那只是机械结构错误，导致伺服电机负载过大，触发了系统的自我保护程序而已。口说无凭，你说你能修，那就动手，我只要结果。好，看他装模作样的，待会拆散了装不回去就好玩了。就是，这可是德国货，他没图纸还敢乱动。随着我慢慢的上手修复，所有人的态度从戏谑转变为了沉默，继而变成了惊讶。孙燕不知在哪里翻出了一份原版维修手册，她一边飞快翻阅，一边对照着我的操作，眼里全是不可思议。天哪，这操作是手册里极限工况下的紧急调教法，这连我们德国的老师都说，只是存在于理论上的最优解，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有人做到。理论，20年前在德国，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手把手教我的。你的老师？20年前，我是德国 DMG 邀请的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学员。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当年20来岁的我，穿着崭新的工装站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床面前。我的身边不仅有严谨刻板的德国工程师，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师。我凭着过人的天赋，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了全部技术要点。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工程师拍着我的肩膀，用蹩脚的中文说着我是真正的机械天才。可以了。亮了。
亮了。我去，还真行了。老板狂喜，因为这个被8个专家判了死刑的铁疙瘩，还真的被这个不起眼的库管给救活了。不是好了吗？怎么还报警？老板，我把苏教授给您请来了。胡闹，钱总，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台设备精密无比，任何非专业人士的触碰都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你们怎么能让一个杂工动它？这下好了，主板彻底烧了。本来只是驱动芯片的问题，还有一点修复的希望，现在被他这么乱搞一通，高压电流直接击穿了主控 CPU， 这台机器现在就是一堆真正的废铁了，毫无修复价值。赵建国，怎么了？这位苏教授说错了，这不是过载，而是保护程序。有人在系统里故意修改了安全参数的阈值。天方夜谭，简直是天方夜谭！你们听听，一个连电路图都看不懂的库管，居然在这里跟我讨论安全参数，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典型的硬件损坏导致的连锁反应。你懂什么叫安全参数吗？你知道这台机器的后台要用多高级别的权限才能进入吗？钱总，你就是太心软才会被这种江湖骗子蒙蔽。现在好了，400万彻底打水漂了。赵建国，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看这里 B4711号错误。在 DMG 的故障代码库里，所有硬件故障代码都是 A 开头的 ，B 开头的代表软件或参数异常，而 B4711它的官方定义是外部未授权的参数写入导致系统保护性锁定。苏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应该比我更懂这段代码的含义吧？一派胡言！我研究 DMG 的系统10几年了，从来没见过什么 B4711代码。你分明是在这里胡编乱造，拖延时间，是吗？孙姐，能不能帮我个忙？把你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用数据线连接到机床的维护端口。你的意思是？我要进入工程模式，查看后台日志。不可能，工程模式需要最高权限的密码，那密码只有德国总部的工程师才有，你一个库管怎么可能知道？好，我这就去拿电脑。打开超级终端，波特率设置为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现在输入密码，我一口气报出了一串由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符号组成的长达32位的复杂密码。这个密码的后半段是我那位德国导师的名字，而且还是导师私下里告诉过我的，一个理论上存在，但从不允许使用的上帝密码。打开日志文件，看这里。就在昨天下午3点15分，有人通过远程维护端口登录了后台系统，登录权限是管理员，操作记录是修改核心安全参数电压阈值，从默认的 1.2 上调到了 1.8。这个 IP 地址是城西大学城的教育专线网络。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集在苏教授脸上，因为他们都知道苏教授正是城西大学的客座教授。将电压阈值从 1.2 上调到 1.8， 这个改动在机器不开机的情况下不会造成任何硬件损坏，但只要一通电，4伏电机开始工作，系统检测到的瞬时电压会立刻超过 1.8 的阈值，从而触发最高级别的过载警报，并强制锁定系统，造成主板被高压击穿烧毁的假象。这样一来，这台本来只是有点机械小毛病的机器，就真的变成了主板报废，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让钱总您花上120万，从您苏教授，从您指定的那个所谓德国原厂渠道去购买一块全新的主板，对吗？我没有，你胡说，这是污蔑。姓苏的，你他妈敢坑我！老子1年给你20万的顾问费，你他妈的联合外人来坑我400万！钱总，你听我解释，这是个误会。误会你妈！给我打！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打出去！妈的，气死老子了！赵健，不，赵大师，刚才是我冲动了，对不住，先把机器弄好再说。孙姐，把那个被恶意修改的参数改回默认值。坏了，他留了后手，他把整个固件都给锁死了，我们没有写入权限了。这是最高级的固件锁，除非有德国原厂的密钥生成器，否则根本解不开。那怎么办？那不是还是没用吗？不用密钥生成器。孙姐，再帮我个忙，麻烦你去电子市场的柜台帮我买一块开发板和几根杜邦线。赵大师，您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该不会是要给这台设备写底层驱动吧？不可能，那开发板几十块钱一块，就是给学生和电子爱好者玩的最基础的单片机开发板。您要用一个几十块钱的玩具去破解一台价值几百万的德国工业母机的核心固件？你去买就行，快去买最好的。赵大师，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行，放桌上吧。你们都退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写好的程序通过杜邦线和开发板上传到了设备。所有人屏气凝神，等着我再次按下那个绿色的按钮。成功了，真的成功了！牛逼！神了，真是神了！别高兴得太早，开机只是第一步，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0.003毫米，它的加工精度居然达到了3微米。
比出厂时标注的5微米标准还要高。这意味着赵大师不仅修好了它，还让它的性能超越了巅峰。赵工，不，赵大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公司的神，我说话算话。公司1半的股份是你的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我不要股份，赵大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快50岁的人了，要那么多钱没用。我要你以公司的名义成立一个独立的技术研发部，我来当这个部长。我只要技术部10%的技术干股，但是这个技术部人事、财务、项目必须由我负责。我要让那些真正有本事、懂技术、肯钻研的老伙计们，都有一个能安心吃饭、能挺直腰杆、能被人尊重的地方。赵大师，我服了。一夜之间，我成为了公司新成立的技术研发部部长兼首席技术官的事情，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整个工业区传开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车间里挑了几个踏实肯干，但因为不善言辞而被埋没的老师傅和年轻技术员。孙燕则成了我的首席助理兼大弟子。这天，我正在跟孙燕和几个老师傅讨论着对厂里几台老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方案，电话却冷不丁地响了起来。赵总，外面有几个人找您，说是您以前单位的同事。林大树就是我原来在国企任职时的顶头上司，一个靠着溜须拍马、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家伙。当年就是他，为了给他那个不成器的外省腾位置，把我给优化了。哎呦，建国啊，真是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混得不错嘛，都当上领导了。林主任，有事？厂里最近引进了一台国产的新式数控糖床，结果出了问题，精度怎么调都达不到要求，厂家派来的技术员折腾了1个多星期也没搞定，眼看一批重要的订单就要延期，厂长急得那叫一个焦头烂额。这不，想起您来了吗？我现在已经不在贵厂任职，贵厂的事与我无关。建国，大家同事一场，你现在出息了，也不能忘了本，抽个空过去帮我们瞅一眼，就当是帮老哥哥一个忙了。怎么，赵建国，你现在发达了，看不起老同事了？别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从一个学徒工一手提拔起来的？做人不能忘恩负义。林主任，你记错了，提拔我的是我师傅，不是你。而且我记得当初我被优化的时候，是你在全车间大会上说我技术落后，思想僵化，是企业的累赘。这里是公司，不是你家后院。看病得挂号，求人也要有求人的态度。想请我出手可以，让你们厂长带着你们公司的公章和技术服务合同亲自来我办公室预约。我的出场费1个小时10万起。至于你，滚！好，赵建国，你有种！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第2天上午，我那个老国企的厂长又亲自登门了。他不仅带来了盖着鲜红公章的技术服务合同，就连姿态也放得极低。建国啊，是我管理无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让林大树那种小人蒙蔽了双眼，让你受委屈了。我已经把他给撤了，并且全场通报批评。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建国，不，赵老师，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只要您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条件您随便开。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对方给足了面子，也给足了价钱。赵老师，这位是苏教授，也是我们请来的技术顾问，正好你们2位专家可以一起研究研究，给我们联合会诊一下。赵工也来了，久仰久仰。这个苏教授怎么像块狗皮膏药一样，哪都有他。问题很简单，这台国产机床在设计上有一个小缺陷，导致它的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之间存在一个微小的压力差。长时间运行后，冷却液会极少量的渗透到导轨的润滑油路里，破坏了油膜的稳定性，从而导致加工精度下降。不是什么大问题，只需要加装一个单向的压力阀就行。但苏教授和林大树联合提交给厂长的故障报告上，却把问题描述的极其严重，看起来这是个圈套。苏教授和林大海声称是机床的主轴轴承出了问题，需要整体更换，光材料费就要30多万。苏教授肯定知道我能看出真正的问题所在，但他笃定我作为一个实践派，肯定会立刻动手去改装冷却系统，而他就可以以我私自改装设备，破坏原厂结构，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头上。到时候无论机器修好与否，我都是违规操作。如果修好了，他会以指导有方抢去所有功劳；如果出了别的问题，这口黑锅我就必须得背。他想用我打败他的方式再来羞辱我一次，你想玩我就陪你玩。主轴的声音确实有点不对劲，我也觉得是轴承的问题，看来只能换轴承了。厂长，开工之前有几个事情得先说清楚。赵老师您说。第一，按照我们签的合同，故障诊断和方案制定是需要额外收费的。现在故障原因已经明确了，方案也确定了，这笔10万元的故障诊断费，麻烦您现在就让财务结一下。没问题。第二，我们公司的技术服务合同里有一条特别条款，如果维修过程中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被证实存在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隐瞒关键故障点、恶意引导等非诚信行为，阻碍维修进程，甲方需向我方支付合同总额外加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50万的3倍就是150万。厂长，您确认一下，这份由苏教授签字的故障报告代表了你们厂方的最终意见吗？苏教授，这你血口喷人，你这是敲诈！
厂长您看，这里的润滑油呈现出乳白色，是典型的油水混合后的乳化现象。这是油脂反应试纸，冷却液里检测出了大量的润滑油成分，这说明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之间存在泄漏串通，这才是导致精度下降的真正原因，跟主轴轴承没有1毛钱关系。报警！给我报警！告他商业欺诈！我给老东家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给公司带回了一笔巨款，是50万的诊断费外加150万的赔偿金。我在公司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老板笑得合不拢嘴，在全公司的庆功宴上当众宣布，再额外给我5%的公司分红。我的收入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我的家庭。我把那笔钱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妻子换了最好的进口靶向药。几个疗程下来，她的气色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我的女儿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学的也是机械工程。家里的气氛不再是压抑和沉重，而是充满了久违的欢声笑语。赵老师，这是我们下一个目标——星辰大海，是一份更加复杂、更加超乎想象的设计，也是下一代载人航天器的核心构建。阳光洒在我身上，我不再是那个被时代抛弃的迷茫无助的中年人，我正在亲手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的时代。